我到底在求证什么？不管行云是真是假，它都已经成为过往，没有哪一段过去是能找得回来。我怎么会为了一段回忆，失措成这个样子？沈君还要跟多久啊？你什么时候察觉到的？沈离若是愚笨至此，早在战场上被杀了。申君，昨日是我做的不对，本想着今天跟你道个歉，但一觉醒来发现你已经到了人前，便赶过来了。没事。左右对付芙蓉君的法子还多着呢。那晚我冲着神君发脾气，用灵尊训斥的话来说，便是以下犯上。沈离也有不对。有一次，我因身受重伤掉落人间，就躺在那里，筋疲力尽，无法动弹。我此一生从未如此难堪狼狈。子昂，下吧。当时被捡到的时候，确确实实有一种被救赎的感觉，就像是遇到了传说中的英雄。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属于自己的英雄。竟是一个那么普通的凡人，掐住他的脖子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能让他致谢。我叫沈离，你再叫一声疙瘩试试。
沈离，大概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对行云上了心。神君，沈离不笨，又被你看穿了。其实早就有所察觉，只是我一直想不通，好好的天外天你不待，为何要下到凡界，做一个那么憋屈的凡人？这个位置才是憋屈。等你像我活了那么久之后，你才会知道，无聊会成为你做很多事情的理由。我本想下界来到人间，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，过着凡人该过的余生，奈何我虽然变成了凡人，却没有换掉身为神明的记忆。难怪你懂那么多奇怪的阵术，却没有半点法力，也看不到灵体的存在。以凡人之躯，哪能承受得了那么多的记忆？难怪是个变样子。那既然你全部都记得，为何却要与我装作不认识？和你在灵界军营赶磨坊回王都的理由一样。因为不喜欢，所以不想耽误对方，是吗？与其相识，不如装作陌生。你是这样的意思啊？行止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对方不喜欢自己？你这些举动根本就是在勾引人啊！还是连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？你被勾引了？可能吗？神君当真是思虑过重。我好歹也是碧苍王，怎么会这般没有分寸？我之前遇到的是凡人行云，所以能够去喜欢。但你是上古神，我又怎么能把情感延续到你的身上？身份的转变确实会改变很多。若有朝一日，你我在战场上相遇，我会成全那个身为碧苍王的沈云。不过，灵界与仙界马上就要联姻了，根本就不会有那么一天。其实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，你若不想是行云，便不再是行云，没什么好隐瞒和伪装的。本来在我心里，行云就已经死了。你现在是神，行止。沈离，自始至终，行云行止都只是我一个人。不是的，
对我来说不一样。所以，我会遵从神的旨意，与芙蓉君联姻，与神君也不会再有任何瓜葛。神君不必忧心了。好。既然你能这么想，那便最好。城门要关了，我约莫再也不会来青圣城了。我欲去锦绣城寻人，神君打算去哪儿？我打算有奇怪的气息，而且并非善类，你感觉不到吗？即便如此，你为什么要拉着我呢？我听不懂。我差点忘了，你不是行云。神君在三界里一向都是横着走，旁人只有让道的份儿。哎，你可真是放肆张狂。不过也是，你是神君，地仙，这是地仙的气息，没有仙界的旨意，他们怎么能胡乱侵人啊？凝冰术，止水术。有何不同啊？止水术乃是上古神秘术，可冰封万物，而你说的凝冰术，我不知道，不足一提。这是什么术啊？附仙术。哎呀，多谢大仙，救命之恩呐！这么久不见，你还是这么弱啊？你是啊？没错，我是。啊？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？哎呀，此事说来话长了。这源于一个修仙门派扰的祸事。3个月前，一个叫浮生门的修仙小派在江湖上名声大噪。这本不关我们的事，但他们却开始宴请各处地仙，不少地仙受邀而去，但一去却没了音信。那时大家都还没怎么在意，但那门派又派人来请了第2波地仙们过去，第2波人走了，也同样没有回来。大家感觉有些不对，于是等那门派第3次来邀时，大家都不肯过去。可没想到，他们就一般人开始强制抓人。哎呦！我们这些地仙能有几个？抓了几波，又请了几波，后来又零零散散的扣走了一些人。不到几个月，这方圆几百里啊，抓的恐怕就剩我一个了。我还是幸亏躲到了城中，趁着人多呀，我隐藏了一些时日，最后还是被他们给抓了。今天要不是你们，我恐怕都回不去了。你们地仙好歹也是个仙神，法力不强，但也不至于弱到这种程度吧？有一些法力高的地仙曾经试图反抗，但是他们好像有专门对付我们的办法。哎，你看，
就像这绳子，只要被它捆起来，你是怎么挣扎都解脱不了啊！先前有些地仙说，他们好像用的不是仙术，是你们灵界的东西。灵界与仙界本就互不信任，虽说与仙界撕破脸皮没什么可怕的，但若是受他人挑拨，导致此等局面，总是让人难以接受。哎，你把你那什么术解开。这样使唤上古神不太好吧？别墨迹。我每个问题只问你一遍，你若不回答我，我便把你的手指头都弄断。你且算算，你有几根手指头？说是谁派你们抓地仙的？说！门主。被下了咒，若他们答了不该答的问题，便会身亡。多么恶毒的咒术啊！线索断了。或许我可以帮你们找到地仙。怎么找？上古大地之神在神陨之际，把他的神力藏于土地。我们这些地仙都受到大地之神的庇佑，身上都有微弱的上古神力。只可惜大地之神离开太久了，我们只能取得微弱的联系。但是我能感受到大概的方向。行，有方向也行。你找找路，我们抓紧时间去救人。好。神君，我此次来人间是来找芙蓉君的。现在遇到此事，或许神君能去找芙蓉君。神君，芙蓉君的事不用管他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他们抓了那么多地仙，想干什么？有头绪吗？正如葫芦所言，倘若他把所有的地仙都拿去炼制，或许是想要得到上古神之力。若是如此，那此事并不简单啊。还是要去看看。好，那到时候去救人，破阵破法的你来，揍人我来。要矜持。你好歹是个姑娘家，怎么把自己当成男人使了？这神态语气与行云无二。先前他还在我面前刻意隐藏，这下全都说破，那些劣根性便都暴露了出来。真想将他拖来狠揍一顿，哪有像他这样一边拒绝又一边勾引人的？1000年了，还是有人不死心呢。哎，你看，就是那儿，那儿原来呀住着一大妖怪。原来这个妖怪啊性子是不坏的，跟我们地仙啊和平相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不知道后来为什么这儿成了囚禁我们地仙的牢笼了。哎，我们做那个木筏子就可以过去。
怎么回事？门主，有必要吗？没必要，单纯觉得很有趣。好了，后面的事交给我们，你先回去休养。放心吧，这些地仙不久都会放回去。不行不行，你不知道他们很厉害的，我很担心你们。我觉得我还是陪你们一块儿吧。你该为他们担心。地仙，这是送给你的礼物，拿它来防身。好歹是个上古神，怎么送人礼物如此小气？只要他不把那木棍丢掉，这方圆百里没有人是他对手。你这是谢谢他提供有用线索，也谢谢他上一次在人间特意赶来救我们，虽然没救成功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掉水里的。我也没那么怕死。没事吧？怎么突然起这么大浪啊？没事。你们到底是谁？你何为？是个上是冥界之人。出去！冥界之欺人太甚，我做错了什么？这件事情，这一定不是我的故事。我不是，我不是。我撑不了了，快撑不住了！需要带吗？带走。怎么救？阵法术法交给我，揍人你们。谢谢有人来救我们了。啊！
真是灵界的人，怎么可能？灵界的怎么好心会救我们呢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快回去吧。谢大仙，谢谢大仙。走了。谢谢大仙，谢谢大仙。谢谢大仙。走啊！多谢仙君，多谢仙君。起来吧。先前那些地仙被抓去哪儿了？你这灵界的家伙，居然还敢有脸来问！你会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？哎呀，好歹是救了我们，你别这样。我只说一遍，生擒地仙一事，与我灵界没有半分关系。我也是今日无意得知。胡说！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灵界之人野蛮横行，居心叵测，一直图谋不轨。你少说两句。此次擒了我们，不知要做什么，下次是不是就要去仙界抓人了？你们这些灵界的家伙，没一个好东西。你们的灵尊更是这样。再敢放肆一句，我毕苍王必让你失手分家。是令。我本不想杀你，但既然你已将我定罪，我就将这罪名坐实，让你死得踏实一些，可好？此人满嘴喷粪，辱我君王，还诬陷我灵界未行之事。我灵界常年被这些喜欢闲言碎语的东西恶意重伤，不废了我，难消我心头之怒。你若杀了他，便更难洗脱灵界的冤屈。是说了几句，为什么这么大的口气？是啊，你们灵界中人难道就不能体谅一下吗？各位地仙，就是，即使害你们的人身上带有灵气，但并不代表就是灵界中人所为。可能是有心人从中作梗，挑拨仙灵两界的关系。前段日子我到过灵界，灵界的族民并非像你们所想那般嗜血好战，还望各仙君勿听谣言，以免中了奸人的计谋。据老朽所知，前些日子去灵界的是天君皇孙芙蓉君一人。方才那位女子自称是碧苍王沈离，莫非真是你们夫妇二人？芙蓉君与碧苍王尚未闻闻。既是仙君的话，那便是真的了。是。碧苍王一心为了灵界，并且极为护短，他听不得有人损害灵界的威望。他刚才那般，也是突然来了脾气，还望各位见谅。仙君对王爷倒是极好的，
并非先前传闻中的那样啊。对呀。因为他值得。都走了？走了。方才他们说，好似还有一批地形被压到了南方，但具体什么方位，他们不清楚。这是你仙界的事，与我无关。要救人你自己去吧，我去锦绣城了。跟着我做什么？锦绣城也在南方。想不想去吃点东西啊？不想。这下面正好有一个村落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厨房去做些吃的。许久未吃五谷，甚是怀念啊。你做？我做。行云做的东西确实有几分让人想念。两位，来喝点茶吧。坐坐坐。老板娘，可否借您的厨房一用，弄些吃食？你们要吃什么呀？我给你们弄就好了。我这个妹妹啊，口味比较刁，怕您做的不合她的口味。您放心，报酬我们会付的。那行，我一会儿去收拾一下厨房。两位啊，先喝点茶。两位请。黑店怕了。私以为他们还是黑不过神君的。王爷抬举了。都收拾好了，公子进去吧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看你们跑到这荒山野岭，一点也不见疲色，想姑娘的身体是极好的。还行，不过就杀过千百个魑魅而已。姑娘真会说笑。我从不开玩笑。过来。姑娘，有事儿？不出来，我将他杀了。
杀我娘！两个笨妖怪。小何，我不是小何，对不起，我叫锦溪。忘了，小何已经为他喜欢的人牺牲了自己，而且，就算他真的是小何又如何？毕竟不是人人都是星矢。你们两个道行也不高，竟然如此胆大，摆摊害人，实属放肆。你们就不怕此处的山灵地仙问你们的罪吗？这里的山灵地仙早就被抓走了。什么时候被抓的？抓到哪儿了？说话呀，我不会揍你。大仙饶命！我们母女并没有想做这害人的生意，只因生活所迫，无可奈何。但这几个月，我们没有杀害过一个人，只是抢走了他们的食物，便把人放了。求大仙饶过我们吧！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摆摊？为什么要做这种事？也是因为四处山灵地仙不停消失，一个都不在了。后来听山上其他的妖怪说，好像被一些叫浮生门的家伙给带走了。又是浮生门，看来他们不止抓了青圣城附近的地仙，一个近年来才崛起的小修仙门派，哪来那么多本事擒住那么多地仙？而且身上还有灵气，莫不是界里真有什么图谋不轨之人？既然这样，我们现在立刻启程锦绣城。这顿饭我改日再做给你吃。大仙，大仙，你们可否带我一起去锦绣城？我很想念爹爹和景言哥哥。城里面瘴气四溢，你一个小妖，不怕你撑不住啊？走吧，给他一张避瘴气的符纸便罢。我也不想再跟你单独走了。记住了，进了城里面，有任何不适，随时和我说。娘，娘，去吧，照顾好自己。这是锦绣城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又回到了虚天渊那哪处。锦绣城的山灵地仙早就被抓得一个不剩，每日山中飘下来的瘴气在城中聚集，就成了这个样子。走吧，先进城看看什么情况。这城中比想象中还要糟糕，这城里的凡人怎么能受得了？可有办法清除瘴气？自然可以，只不过这城里面的瘴气乃是受山林之害，清除了此处的瘴气，只能治标；清除山林间的瘴气，才算治本。先治标，再治本，总比什么都不做来得好。娘，你不要睡我。娘，大娘你不要拽我，你个娘呀，这样便能好。大娘，
阿娘，娘，净化之力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你对阿娘做了什么？你阿娘中了瘴气之毒。我知道，我不用你们管。我已经拿到破烂仙君给的药了，娘喝了便能好。我不要你们这些奇奇怪怪的人管。你这孩子，仙君是在帮你。我只听破烂仙君，我不信你们。我要带我阿娘走。阿娘，把药还我。药我可以还你，但你要告诉我，你说的那个破烂仙君在哪里？破烂仙君就在城北书院中，他在那里治病救人已经很久了。阿娘，这城北似乎是有清净之处。这药真能治吗？我不知道，但刚才我这么一想，就错。仙界是否还有像神君一样喜欢下凡治病救人的仙君？神君可认识？去了不就知道了吗？走啊！这里不会有鬼吧？你一个妖还怕鬼？这些只是中了瘴。救命啊！哎呦，怎么还打人啊？闪离，神君，你谁呀？芙蓉君，你有事吗？没空理你，走开。你太过分了！本仙君舍命救了一座城，你就这样对我？要不是我赶到锦州城，这里所有人都被瘴气给吞了。是本仙君用净化之力才把局面控制住的。你这么嫌弃我干什么？这些人确实有被净化过。快回去吧。我本是来锦绣城寻一点逍遥的，可却碰到这种事，碰到了也不能撒手不管吧。什么来着？哎呀，这净化口诀。哦，对。好了，你没事了，赶紧进去吧。
我费尽全力净化了城中瘴气，可不到1天，又弥漫开来了。城里病号太多了，生病太重的管不了，我便把病情稍轻的一起带去了城北书院里，设了个结界把他们圈住。我每天都出来消除瘴气，这瘴气越来越重，我也没法了。那你为何发现的时候不上报仙界呢？是怕被抓回去吧？现在要硬着头皮，也要凭一己之力去净化这里的瘴气。扛不住了，想起来找人了，还一个人拯救一座城，真是好笑。仙君，你可有见过一个修仙者带着一个徒弟啊？自然是有看见，就在本君设的结界里。你可否带我过去？当然，我牵着你们，这里瘴气太重，当心看不见。他使力，你接我干什么呀？带路，带路也是在这边啊！放开我！哎我，路在这边，快跟上！疼使力，疼死了！没那么疼，快松开！快点，放开我！我回来啦！仙君回来了！哎，仙君回来了！仙君辛苦了，这是又救了好几个人呢。来，仙君回来了！仙君，快来！别急，仙君快看！别急！这些人的瘴气就有些。好了。谢谢。好了，都起来吧。仙君好厉害，仙君真是大善人。这儿以前呢是个书院，后来院长行贿贪污，什么恶事都做尽了。被抓了以后呢，这书院就废了。我看这风水还行，就用来当个避难所。都被抓了，风水还行？风水要不行，才不会被抓呢。恶人怎么配？姐，景言哥哥。景言哥哥，他们，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景言哥哥，
难道这一次，他们真的是在重复自己的命运吗？不过是巧合罢了。在顾城锦当上城主之后，在他人生中的那么多个日夜里，有没有哪怕一瞬间会回想起，曾经有一个才露尖尖角的女子，为了成全他，而再无机会盛放？你娘呢？为何放任你到此处啊？阿娘也担心你不好，只是她受了伤，怕受瘴气影响，所以没敢来。净胡闹！你就不怕染了瘴气吗？喝完这碗汤药，我赶紧送你出去啊！阿爹，前辈，前辈，此结界中无甚瘴气，大可不必赶令前金走。他也是思父心切，望前辈见谅。你要出了什么事儿，万一让你娘知道，我怎么跟他交代？这还不怎一定会。顾城锦做了城主之后，在锦乐府花园内种满了荷花。虽然没什么用，但是小何知道了，应该是高兴的。至少，他被人记住了。这便是锦绣城因瘴气肆意出现的疫病。要干嘛？如何？你守他这么久，又什么都不懂，不如让懂的人来看一看。神君，有劳。我去看一下其他患者。芙蓉君，你在此地多日，可有发现哪一个方向瘴气最为浓郁？西北，城西南的瘴气总是最为刺人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这瘴气根本不是由城外逆向城内的，而是由城内向城外溢出。这种状况恐怕有一段时间了。不太可能。我平日虽然隐居在山林，但是也时常到锦绣城内购置一些生活所需之物。上个月我刚来过一回，当时城外已经有了一些瘴气，可是城内倒是比较干净的。但像他们这样的状况，根本不是得了什么疫病，而是常年吸入瘴气导致的经脉逆行。说来惭愧，数日前我吸入了瘴气，他们便在我的身体里留下这样的痕迹。那是在虚天阴时，他被魑魅偷袭之后留下的伤口。没想到那魑魅留下的痕迹现在还在，而这段时间，行止竟然一声也没吭。这样的痕迹，若不是被带有瘴毒的怪物撕咬，就是常年累月的吸入瘴气，而致血脉逆行，
时间久了，达到一定程度，它便会爆发。各地地仙消失，神秘的修仙门派，瘴气肆虐不止。我想这答案，或许就在城西。他是谁？小声点儿，没看他睡着了吗？若发现此事真凶，
必交由我灵族来处置。不行，此事与众多山灵地仙有所牵扯，仙界必将追究到底。原来看似漫不经心的神态之下，他对自己的立场是那么的清楚。在涉及仙界的问题上，他不会退步半分。好，连审。找的都快撞上城墙了，你干什么啊？给你变个戏法。神不神奇？下次把你自己的头发。想必这就是福生门的老巢了。说，主谋在何处？右边，左边是何处？左边是关押各地山灵地仙之处。嗜血好杀，绝非好事。即便对面是你的敌人。不劳神君说教。此处左方应当是关押各处地仙之所，我术法不精，便不去了。神君且自行去救你们仙界的山灵地仙们，我去右边探探，若就此能擒得此事真凶，还望神君作证，在两界联审之时，还我们灵界一个清白，休叫他人再胡思乱想。
不愧是碧苍王啊！陷害我灵族，有何居心？陷害，这可算不得陷害。浮生门，明明是个凡人，为什么会活那么久？你到底是谁？意欲何为？阎王会告诉你的。想杀我？凭他们？当然不是。大仙，救救我！大仙，大仙，大仙，救救我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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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身上这是神力，他是。住手！留着他还有用。
肉都得出的生，不想活了吗？啊！就是因为想我，想自己，林谦更好的活下去。我会让你和林姐都好好的。沈凌，我会保护你。以前没有哪个人是星辰。看过生命的河，无息的流淌，挣脱束缚的壳，追寻着希望。无意展露锋芒，本能的引能向上，一道光照亮天不下地震荡，是我挥舞的银枪。身体无千万丈，战斗生死方，勇敢者的较量，浴火灼热的胸膛，倾尽生命要决心抵不知道他们那边怎么样了？花仙米一定在竭尽全力救治病人，咱们也不能落下。贤君，我帮你提药箱吧，我陪你去看病人。好，咱们一起。多谢景云公子，我自己来吧。你伤还未好，还是我来吧。不如公子与锦溪姑娘一同去帮仙君，我可以自己喝药。没事儿，让他先去。来。
谢谢仙君，谢谢。早点休息。谢谢仙君，谢谢仙君。仙君，累了，那歇会儿。我确实很想帮你，可是我担心，怕我会露出原形。本神君的法力已经通到你身上了，绝对不会让你露出原形的。放心吧。仙君请自重。你的相好不是躺在地上吗？你出来作甚？我与失落姑娘并无私情，还请不要污蔑姑娘的清誉。还站着干什么？开门！芙蓉君，过来。我过去一下。还不走？我又没有做错什么。你要是不开心，你就去照顾地上的那个姑娘，何必那么凶我？我做这些也是有原因的。反正景言哥哥，你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我都是错的。这是怎么了？他怎么会伤成这样？握住他另一只手，做净身术片刻。他体温极低，而且体内有股莫名的力量在涌动，像是与血融合在了一起，让人分不清到底是中了毒，还是中了咒术。不就出去了一会儿吗？怎么会弄成这样？若有发现，带着大家一起商量之后再去，岂不是更好？他不会信任你，他也不会相信我。仙界的任何人，他都不会信。若不是他伤到动都动不了，今天一定会把那个幕后黑手追到底。果知到了极致啊！所以说，谁会娶这样的女壮士回家？这种家伙哪有半点弱小、惹人怜惜的女人味儿？有。他有。才是我耳朵出了问题，听错了。这个行止神君冷心冷情，千万年来也不曾听闻他为谁动过心，他怎么会怜惜沈离呢？都一天一夜了，终于有所缓解了。神君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妖怪，才能把碧苍王伤成这样？在我的印象里，这个灵界的王爷就是个金刚将士，
打不坏，摔不烂，突然这副面孔，还真让人有些措手不及。他体内有2股力量，并没有完全融合。2股力量？什么力量？我说了你也不懂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他都这么厉害了，还修2种心法呀？此次地仙被掳走，并不简单。虽然幕后主使被我给杀了，但我不清楚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阴谋。明天一早，你立刻到灵界，把整件事禀告给灵尊，让他做好准备。然后你立刻返回到仙界。此件事事关重大，不能耽搁。我去啊！这好不容易才解决了锦绣城这些事儿，我就不能玩会儿？你玩什么？好啊，那我召唤出2只神兽陪你一块玩。没有，我明日就去。哎，神君，那这锦绣城的瘴气和吸入瘴气的人怎么办啊？瘴气的源头已经被我斩断了，各路地仙已经归位，清除瘴毒是早晚的事。至于那些人，我自有办法。这里没有什么事了，你收拾一下，赶紧走吧。知道了。仙君，那个仙子怎么样了？他才不是什么仙子呢。仙君，你怎么啦？这段时间，我其实挺骄傲的，守住了这个书院，护住了里面的人，我觉得自己可不容易了，可了不起了。但是今天看到沈离这样，我忽然又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没做。我从没想过，一个人竟然能受这么重的伤。这要是换作是我，痛死了。仙君，你已经很厉害了。另一个仙君也很厉害的，而且我发现了，他对仙子特别好，他一定会保仙子没事的。也是，神君总是无所不能的。你就不会像别人那般占颜值，会柔弱，因为你太强，你不会躲在别人背后，你总是习惯单枪匹马去战斗，去守护，去承担伤痛，去背负家国和天下。就是这样的你，一旦脆弱起来，就奇怪的让人心疼。
就好像一只小猫懒洋洋地伸出了小爪子，在你的心间挠了一刀。之前没有察觉，得察觉之时，是又痛又痒，滋味难言。沈离，你真是个麻烦。瘴气总算消散了。真的好多了。想看星星吗？真的可以吗？你想要的都可以。哇，星空，好漂亮啊！在我眼里，你比星空更美丽。啊？我说，景熙，怎么又是你打断啊？我知道你喜欢他，但他之前为了一个女人对你那么凶，你不让他醋一醋、紧张一下，他会把你吃得死死的。相信我没错，本仙君可是情圣呢。仙君是在帮我。但是呢，我是要回报的，你得亲亲我。这不行。逗你可真好玩。捉住了没有？浮生捉住了没有？浮生，就是烧了行云小院的那个家伙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晚上的事情发生的太过于集中。现在他捉的那些地仙，又造出了那些怪物，还利用紫霞待我伤好，我一定要抓住那个混蛋。好了，先躺下。来，先把伤养好，这些事儿以后再说。我中的毒很难解吗？略微有些困难。那我什么时候能回灵界？先缓一缓吧，待我把消解瘴毒之法交给该教的人。虽然没有捉到主谋，但是能够获得片刻的安静，也算是有所收获。换来片刻的安静啊，确实好。只不过，王爷下一次莫要拿命来凑。说来也是奇怪，在我遇到神君之前，无论是上战场杀敌，还是私下斗殴，从来没有受过如此重的伤。偏偏在遇到神君之后，逢战必伤，每伤必重。若有朝一日我死在战场上，到时候可得神君拿命来赔。无稽之谈。
神君这是舍不得自己金贵的身体吧？若有那么一天，我的命陪你便是了。景言哥哥，你在做什么？太过分了！你让开，今日非除他不可。哎，小琴，你师兄好厉害啊！哎呦，装什么装？别演了！哎呀，谁呀？起来！壮士，你恢复的好快啊！你又在这惹什么祸了？没有。别干了。既然瘴气已经消散了，那就各回各家吧，散了吧。芙蓉君，你又搞什么把戏？还要不要脸了？神君，我自然是要脸的，今日便打算回仙界了。休想走！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与一个男子在外彻夜不归，你说我要干嘛？仙君只是带我看了一晚上星星。当真？自然当真。小齐师兄这么大火气，莫不是找了一宿没找到，错意蚀骨，忍不住了吧？师兄，你说你在意失落姑娘是有原因的，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？失落姑娘，在我幼时救过我。在我拜入师父门下之前，我曾被一江湖门派抓走，是他救了我。自那以后，我们再未相见。此次与锦绣城再次见他，我便想报他的救命之恩。你可以报救命之恩，但也不要把我当小孩一样对待。我不是小孩子了。锦溪，你干嘛去？整理药材。看不懂是哪出戏。这位公子，你可有兴趣与我出去走走？别误会，就是走一走。听闻景言公子师从于名士，可习得一星半点的法术吗？说来惭愧，我自幼跟从师傅，却未习得半点法术。师傅说我天分并不在此，所以只教了我一些武功。我有一术，欲传给景言公子。此术可以清除人体内的瘴毒，不知公子可有兴趣？自是想学，可是你若想学，那便一定能会。今夜好久不见。行止。我本以为
我们再无相见之日。天道之理，就算我是以神的身份活到至今，也无法亏其万一。能遇见你，全靠缘分。以前不知，所以轻狂；而今事事受天道所令，方知你我不过是尘埃一粟。再是强大，不过是天赐福分。他若是想收回，谁也没有反抗的余地。如今你将我的神格唤醒，不是天道所授，不可为之啊！我并没有做什么多余的事儿，我只不过是帮你通通经脉，好让现在的你得以学习消除瘴毒的法术，也让你开开眼，让你好好看看你牺牲一切去找的人现在成了谁，别又误入歧途，促许姻缘。你倒是比以前爱管闲事了一些，对神明来说，这可不是好事啊。我还有一事欲问你，浮生，此人你可有印象？浮生，我倒是有几分印象。身为顾城景之时，早年被大公子谋害，后来得知献祭那人便是浮生。我犹记得，他已经被处死。此生，你觉得谁会与他相似？确有一人。这是给你的。快走，小心点儿。快！抓住他！别跑！细想下来，害景言父母之人，的确与浮生有几分相似。看来你的神力只能维持到现在了。此一别，不知何时能再相见。不要，保重，保重。景言公子，你用手触碰一下土地。这是净化术。你能力出血，身体有些不适，很正常。你且先回家歇着，5日便可以为人们清除瘴毒。
多谢谢君。你还要打算跟多久啊？出来！你这样，可不像我认识的碧苍王。都知道这天上天下就你一个上古神了，方才那谨言又是怎么回事？现在只有我一个上古神，可很久以前呢，在天外天之上，可不止我一个上古神。因为太久远了，不仅是对于你们，对于我而言，也遥远到无法追溯。这谨言也是顾城景，他曾经是我的好友，他叫青叶，银发，玄瞳。千金，你可知道，天域的小仙们做了一个上古神智慧排名，你在第3，我和行止分别在第1、第2。行止，你可是以1票之差输给了我，要加油啊！他还曾是天外天最神机妙算的神明，那与神君相比呢？我个人觉得我比他强。王爷不信？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那之后呢？他为何不是神明了？因为他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。他为了救他的爱人，滥用神力，违逆天道，神格被废。还有谁能处罚神明？神力乃是天授，受天道的制衡。这种强大的力量，如果被私用，这世间岂不是乱了套了？其实啊，这天外天没比这世间逍遥自在多少。青叶被贬下凡间，在凡间流转。可对上古神而言，在世间流转根本不算责罚，所以天道让他生生受凡世之苦，次次与爱人相误，永远错过。人又见，青少远的不是心情，眼见未见，沧海无从隔辗转，只于星空余年无常。相依往后说，愿沉默不知，水中月色谁洗，如水一方。长夜太寂寥，
有一方可渡彼岸，我为你不怕。斩断囚笼，只身是一场梦。转动星辰，月宿回初相逢。只是听一遍话，回忆太虚荣。满目的红，苍茫之中相拥。世间事，换作尘埃一扫，离合最匆匆。宿命哪怕难为，偏要与共。无惧碎裂，把天边一缕风。红旗誓言，纷飞中再重逢。万物同在同一片星空。他日归来，遨游碧海苍穹。这一次，他又遇到了锦溪与施罗。他究竟喜欢的是谁？你知道吗？天知道。神君当真不知？我方才唤醒了他的神格，给了他一丝神力。希望他会察觉到一点蛛丝马迹吧，但究竟结果会怎么样，皆看造化。还望天道，我要赶尽杀绝。那他这一次又要错过了吗？他们之间的命运就是错过。不，虽然青叶被天道剥了神格。但上天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盯着他，去干扰他的生活。上一次作为顾城锦与他的发妻生死与共，却惹了个妖灵，让这妖灵为了他丢了自己的性命。这一次，他作为景言与景熙从小一同长大，却又心系施罗，在这两人之间摇摆不定。既然在凡间流转，那人的命运就是3分天造，7分人择。这些都是因为他的选择，这怪不得命运。你也用不着拿命运去包庇你的神仙挚友。你这番话倒是挺有意思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景言这一次的魔力一定还是跟情有关。这些都是你我无法插手的事，他们的热闹也只好看到这儿。那你为何要唤醒青叶的神识？你就不怕日后也遭天谴吗？青叶虽然是天法，但他并没有什么罪大恶极的过错，所以我唤醒了他的一丝神识也无妨。气息很弱，不及他从前的万一，但足够给那些村民百姓解毒治疗了。要让我遭天谴，怕是不行。哦。原来神仙不是没有感情，是不能动情。差不多回去了，走吧。我去帮他解个毒。嗯。大仙，芙蓉仙君让我转告2位，他已经按照大仙的吩咐回灵界通信去了。走之前还惹得景言哥哥生了一通气。感觉一下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谢谢闪君。那芙蓉君心里只有1分是真心想帮景熙笨丫头。其余的心思皆是想占人家姑娘的便宜吧。偏偏这笨丫头还把芙蓉君的话当真，好色花心之徒
到哪儿都改不了本性。我也想看，给我看看。这是贤君的手帕吗？是啊，你看，让我摸一摸。真好看！哎呀，那是天宫上知云仙子的手艺，想必一定是芙蓉君给的。人走了，东西还留在人间祸害。王爷真是为姑娘们操碎了心啊！若有朝一日我与芙蓉君成亲了，我还得想个办法，让他怎么不要再招惹姑娘。有心，这才有点人味儿啊！有新日子了。看来人们对新日子和未来的期盼，与我灵族人民都差不多啊。不如我们也凑凑热闹。烟花在天上炸，哪能去除人身上的晦气啊？让他们热闹去吧。入乡随俗。不都说了，新生活，正好体验一下人间的节日快乐。他们这个生活都是你给的，你就当做他们在感谢你了。你不要走我前面了。怎么了？因为看见了你，我就再也看不见别的色彩了。热夜一束光，点燃世间的虚妄，心的划破绚烂坚强，才算不忘。蓦然回望，刹那记得雪夜夜滚烫，是人心的目光。
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？